欢迎收看《音乐街吉他》，我是一元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台湾之光，因为弹乌克丽丽而红遍全世界的天才少年冯毅。这一集也是我最目瞪口呆的一集，什么原因？你们看了就知道。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冯毅的音乐世界 ，Let's get it！来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这是一元街吉他开拍以来我最想拍的其中一位小老弟，让我们欢迎冯毅。嗨，冯毅是我这几年非常关注的一个音乐人。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在2年多前的一场演出，在中山站附近的一个广场 Trash， 然后冯毅就是一个小小的舞台的演出。我好像想起来是，对，我好像有留下来看呢。哦，你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印象中有留下来看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因为冯毅在我们前面演出，那时候我们几个团员，我跟阿叶，就是我们几个就趴在那个栏杆上面看，就是有一个小鬼头。好像很厉害，太强了，然后就开始演出的时候，好，等一下完蛋了，我们就被垫假的。我非常开心，今天可以来拍，就是你的乌克丽丽们，然后你的吉他，你的所有设备。今天你不用上学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今天不用上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你拥有什么样的乌克丽丽，然后还有你的所有设备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第一把琴好了。来，这一把是New 帮我做的 custom， 它叫做千年鹰，因为它千年鹰，因为这边可以看到有一台比较小台的千年鹰。哦，真的哎。这个时候我心脏还没中毒中到那么深，所以比较小台。后面就越来越大。你本身是星战迷，对啊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很多玩具啊，就是非常多星战的东西。对啊，我还蛮脑粉的。脑粉，因为你刚刚有跟我讲，你还特别订了一把光剑。对啊。好，来讲这把琴。所以这把琴，它那个时候是我快要去 Allen 秀，然后 New 就突然说要帮我做一把 custom， 对，这把他们帮我调那个夏威夷相思木，所以它有虎纹，然后再键绳上去就很帅。哇，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那它本身的这些拾音器啊，是你后来装上去的吗？它上面的拾音器，拾音条的部分是我装原厂，但是它这边有一个外挂式的麦克风，这个是 iRig， 这个是另外加上去的，所以它会一路到这里，然后再出去，所以我是2轨出去，再进到效果器盘。哦，你的琴是2轨出去？对啊，这样子外挂式的麦克风就可以进 EQ， 对，然后把弦的声音砍掉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单独控制弦的声音跟打板的声音，因为我很喜欢打板，所以就可以像这样子，所以这样打板就可以很大声，然后还可以单独帮它加那个 reverb，然后或者是踩破音的时候就可以同时就可以有很干净的鼓声，然后又有破音，然后跟娃娃什么的。99岁哦，最近编的，哎，这很棒哎，这个我最近彩排的时候，我会弹这个所以弦的部分基本上乌克丽的调弦正常是分成low G 跟 high G 嘛，对，大部分人弹 high G 跟 low G， 但是我大概在2-3年前在编那个有一首歌叫 Smells Like Teen Spirit，就是它是这样嘛，因为我要做 bass line。但那时候我是装 low G， 我就想说，因为乌 K 上面的翻译只有洗咪，然后米拉，但是我想要做洗咪，所以我就想说贝斯第一个必须要是咪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把 So 调成咪，所以就变成 ECEA 的 tuning， 像那个打上花火，对，像这一首一样也是用 low E 的 tuning， 这样就很好做那个 bass line， 就有点像吉他的第6弦，对啊，然后这样弹什么8路双音啊，哦就可以，对啊。对，然后 low E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也可以用 low F， 这样子我在做一些勾音空弦音的时候是 F 的 bass line 的时候，像那个杯盖是这样，就很方便啊。对，或者是像 Billie Jean。
所以这个 tuning 就变成一种我的特征。然后后来我的 YouTube 上面我开始做自己 T 恤，然后有一件上面就是写那个 ECEA， 那个 tuning。对啊。OK， 接下来这把琴。这把琴是一样是卡尼利亚帮我做的 custom。乌克圈有俗称一个东西叫4KEG， 就是乌克丽圈里面最棒的5间公司。然后卡尼利亚就是名列其中之一。基本上我觉得卡尼利亚跟另外一个牌子叫卡玛卡，他们琴都做得很好。但是卡尼利亚他们的声音就是以非常甜美，然后卡玛卡就是很有力，很有 punch。因为几年前爸爸他要买一把2手的卡尼利亚，然后就很喜欢那把声音。后来卡尼利亚就写信给我说，他们愿意帮我做一把 custom， 然后就等了非常非常久，到后来才知道这把是卡尼利亚的老板亲手在他家做的。哦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他一样是选那个夏威夷相思木，然后这个虎纹就非常的恐怖。对啊，超级美，而且它这个虎纹有构成一个三角形，我觉得它木头配的超漂亮。然后它其实是比一般乌克丽的 tenor 就是26寸大，这个叫做 super tenor。所以它的弦长会长一点，然后声音很好听。然后我一般是会把它调成比正常 tuning 低一个半音。所以这样会好弹一点。然后他弹一些抒情歌什么就很好听啊，像是但是因为卡尼利亚他们的立木结构做的有点像是悬空，所以粘得很不牢。因为这样子他们共鸣才会好嘛。但是因为我表演都会打板什么的，所以我平常表演不会带它出去。哦，所以它是平常就是放在家里的供奉。哦，这把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它 logo 也是特别帮你做这个。这个 logo 是世代运的 logo 的设计师帮我设计，是我爸爸跟他交换条件，所以就很漂亮。后来每把琴都会放这个 logo。整个镶嵌是卡尼利亚的老板娘她手绘的。哦，手绘啊，他就手绘，然后拍一张照片传给我们，问说可不可以，然后总之他就弄了一个这个超帅的土星环啊，所以他整个就超帅，非常喜欢这把琴。这边有一个 logo 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是监听孔，然后它一样是做成我的 logo 的形状。所以监听孔哦，就是你弹的时候可以听到比较大声。对啊，所以它就做成我的 logo 的形状，这感觉起来超难做。这个是一个弄不好，这边就对啊，空掉了，整个报废。OK， 接下来木吉他来了。对，这把是马丁的0028 EC， 就是 Eric Clapton 他在 Unplug 那一场拿的。然后因为我爸爸他从小就很喜欢 Eric Clapton Unplug 那一场，他就是那个 Tears in Heaven 抓了3个月的前奏，就这样嘛。然后后来他叫我木吉他，我大概弹2-3个礼拜，他就放出来叫我抓，因为我有觉得音感，所以我大概听个3分钟就抓出来。对，因为有一阵子就在看木吉他嘛，对，所以后来就选了这一把，就帮爸爸圆梦的概念。对，因为我买的是量产的版本，所以它侧背是那个印度玫瑰木。你觉得弹木吉他跟乌克丽丽，你觉得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我乌克很多刷的东西，然后我会把它们放一些到木吉他上面，但是因为不能全放，因为木吉他它有6条弦，对，所以我其实弹木吉他其实跟乌克还是有点差别。但是我很喜欢用手指头弹木吉他，可能是因为乌克的影响吧。对啊，你在难度上转换上应该是有花不少时间。所以最近我是有在练一些，就是全部用那个皮克弹的歌。像这种，我是觉得练了之后，就是对pick 弹木吉他其实就比较多进步啦。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是拿 pick 弹木吉他是最好听的。对啊，声音上还是会比较。然后现在现在木吉他我是会做一些编曲。好，所以最近我是在编那个黑酒。
哇，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乐高乌克丽丽，可以介绍一下。所以它是我第一次去 Alan 秀的时候 ，Alan 他送我的。哦，Alan 送的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他会做这把琴，他总共做了3把，2把卖掉，然后1把他自己留着。那个时候据说是 Alan 很突然去找他，所以他就把他手上那一把直接给 Alan， 让他直接送来。哇，对，所以这全世界只有3把。3把。对 ，OK， 其中1把在冯毅这边。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真的弹的，只是现在懒得把音调起来，没有调音。OK， 它旋钮是可以转的，超帅。哇，这真的很赞。这个也是 Alan 送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 Alan 送的音箱，这里有贴他的脸，然后跟很浮夸的钻体。对啊。哦，这它贴纸都是。对啊。超大一个。超大一个。所以你那时候直接从美国扛回来的？我印象中那个时候音箱他们寄过来。哦，是用寄的啊。Alan 送的 Fender 音箱。对。赞。超帅。你觉得未来的世界会长什么样子？10年后的你，或者是10年后好了，你现在13嘛？对啊。那23岁的你，你觉得那个世界会大概长什么样子？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喜欢一点音乐吧，然后我希望可以多切出一点，就是不要那么流行歌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像我同学都只听流行歌，听我的频道也只听我弹流行歌，就希望他们可以接触一点不一样的音乐。所以你觉得10年后就是不管是流行歌曲或同学接触的东西，他们会更广，接触一些多元类型的音乐，是这样吗？对啊。那你觉得乐器呢？乐器未来的发展会是？乐器未来的发展哦，应该会越做越好吧，只是好的木头应该会越用越少。那你有想过10年后的你会是一个怎样的音乐人？我希望我10年后可以电吉他到职业水准吧，你不要像现在这样。你现在还没有到职业水准。现在我弹的有点袅袅的吧？真的假的？这样还叫鸟哦，老师，这样还叫鸟？对啊，我希望10年后电吉他可以弹好一点，因为我其实总目标我想当电吉他手，但是也让唱歌手，有点类似像 John Mayer 那样子。因为只弹电吉他好像真的有点难活，因为只单纯弹电吉他过得最好的好像就是 Slash。是。对，Slash 应该是只弹电吉他的人里面赚最多钱最红的。那你自己现在，比如说你去了这么多的舞台，像台湾最高殿堂级别的舞台，比如说小巨蛋啊，或者是像之前你有跟超米嘛，对一起演过很多人的演出，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目标？现阶段哇，还有哪里我没演过，或是还有哪里没去过什么的？应该是棒球场吧。棒球场，因为我今年跨年去看5月天，真的还蛮震撼的。哦，你有去看5月天？对啊。那你有觉得大概几年后我就可以到那边了？要开专场的话，至少10年吧。10年可能都嫌太少。OK， 今天非常谢谢冯毅接受我们的访问，然后2021了，所以不好的我们就把它留在2020，对，2021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然后希望你的琴可以让全世界更多人听到。你自己也有 YouTube 频道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冯毅的那个 YouTube 频道，就是大家看一下那个奖牌了哈，就是应该不太需要我们推广，但是还是需要就是宣传一下。如果你没有看过冯毅的频道，也是要去看一下，他很常发片，对不对？其实蛮常上片的，对不对？几乎固定1个礼拜1支。对啊，就是比我们用心多了。还好啦，你们还要出摄影机什么的。对啦，我们有稍微阵仗比较大。10分钟，对啊。OK， 所以就是希望接下来大家多关注冯毅的作品，然后我们也会持续跟冯毅密切联络。如果有任何更棒的东西，就是你再推荐给我们频道的观众。好，谢谢冯毅，谢谢。谢谢。这几年 Trash 到世界各地表演，见过非常多厉害的乐团跟音乐人，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像冯毅这样可以弹奏的如此行云流水、游刃有余。就算他有如此强大的天分跟音感，他每天都还是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跟听歌写歌，家人也给予很大的鼓励跟支持。所以我其实非常期待他未来的样子，也希望台湾未来能有更多像这样子的少年英雄出现。你喜欢冯毅的哪一把琴呢？或者是你对这集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记得订阅跟追踪 DMT Studio 的 YouTube 跟 IG， 也别忘了加入一元借吉他的脸书社团。我们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，获得本次由海国乐器所提供的 Fender 无线蓝牙耳机。详细的活动办法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。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，也希望这集你们会喜欢。我是一元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。